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中的笔记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为着建造多结果子的生命的第2个单元，为着建造结果子。在前一篇的信息中，我们提到我们需要结果子，而结果子需要借着我们活神这个繁增永留的生命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结果子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产生合适的材料来建造他的居所，完成他永远的旨意。首先，我们要如何有份于神居所的建造呢？根据出埃及记31章所描绘的，唯有被神的灵和智慧充满的人，才能为神所用，来建造他的居所，做各样的善工。这里所描述的建造帐幕的巧匠，不是一个，而是2个，这绝非偶然。他们的名字分别叫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。比撒列的意思是受神的印币或是屋顶，亚和利亚伯的意思是我父亲的帐篷或帐幕。这2个名字似乎在说，只有屋顶和印币还不够，神渴望得着的是完整的建成的帐幕，做他的居所。除此之外，建造帐幕的人必定是被灵和智慧所充满，从而带进神的印币和帐幕。神的这个渴望得着居所的心意贯穿了整本圣经。在旧约中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，神是住在他的帐幕里。当他们到达了美地之后，这个居所就成了圣殿。到了新约，他居所的实际就是教会。神对他居所的渴望既是这么坚定永不改变，他就定义要建成这个居所。那么神是怎样得着建造他居所的材料呢？他首先借着使徒和申言者，在福音里生了我们，让我们在灵里重生，预备我们成为建造的材料。结果子绝不是一种仁义组织里为着增加聚会人数的做法，而完全是生命里的繁增，生出许多的儿子，并且喂养成全他们，成为得胜者，就是在启示录中所说的男孩子，为着完成神永远的旨意。那么神又是如何养育他的儿子，就是这些福音的果子呢？乃是借着主的话和灵向我们说话。这样的说话不是给予客观的道理，而是一种生命的注入。每一次这样的注入都能叫人准确地记得他说话的场景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原因和内容，带着确定的结果。整本出埃及记，摩西与神之间的对话是有细节而且结果子的，它繁增生命，产生建造。在31章这里，不仅摩西，而且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也领受了神的说话，来建造神的家。他们是摩西的扩展。摩西是一个真正为了神的建造而结果子的人。没有例外的，所有建造教会的人都必须经历神的说话，就是摩西与神对话的秘诀。神在哪里向你说话，什么时候说的，他说了什么，以及他为什么这样说。这正是我们作为神的众子，亲身经历被养育和被充满不可或缺的生活，简单却满了生命的活力。神的儿女就在这样的说话里，不知不觉地被养育了，成为长存的果子，为着他居所的建造。为了建造，光有神的说话还不够，还需要我们实际的经手做工，或者说实际的经手做工就是神的说话产生的结果。在出埃及记31章这里，神以智慧、悟性、知识和各样的功充满比撒列，
这说出建造神的家还需要我们亲手做工。一个从不亲手做工的人不会结果子，也无份于神的建造。当我们劳苦的时候，我们就经历了一个学习并被构成的过程，渐渐就成为了适合建造的材料。求神用他分赐生命的灵和话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建造他居所的人。让我们简单的来到神的话面前，运用我们的灵，让神的说话中的生命和力量构成我们，医治我们死沉不结果子的疾病，使我们因着生命的洋溢为主孕育出许多的儿子，并且殷勤亲手做工，养育成全他们，为着他荣耀的居所，为着建造结果子，活出神的心意，活出人的意义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